嗨，爸酱又来口胡啦。很小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儿童版的《三国演义》，结果居然被里边的张飞迷住了。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太他妈有性格了，这才是真男人啊！俺也一样。以至于那时候张飞是我最喜欢的三国人物。后来我开始看三国历史，当然也重点研究了张飞。我觉得历史上的张飞也很有意思，而且还挺迷的。简单来说，这哥们一直都挺牛逼的，最后却莫名其妙的变得沙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张飞的牛逼开始说起吧。牛逼时期的张飞，在我眼里的是这样的形象。可能有观众要喷了，我去啊，这不是三立吗？对呀，但他不也是三爷吗？张飞也是三爷啊。我觉得这两三爷还是挺像的，共同点就是霸气且冷静。比如在徐州的时候，刘备出去应对袁术的进攻，让张飞守家，这时候吕布过来背刺了。军人要有骨气。在这种关键时刻，有个叫曹豹的人出来跟张飞争夺指挥权，这哥们我就不细说了，你就知道这是个资历比张飞高很多的大佬，手里掌握着很多军事力量就行了。对方是大佬，手里有兵，外敌又近在咫尺，这种情况下，一帮人肯定得服软啊，说不定一半指挥权都得交出去了。然而张飞的表现是，不知天高地厚，还在这儿，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大回天龙，大回天龙，直接就把曹豹剁了，这也太霸气了吧！曹豹被杀后，他手下的丹阳兵反水，后来开城把吕布放出来，最终张飞战败，徐州丢了。那就有人要说了，这不是张飞鲁莽杀人吗？导致战败，这也能吹？你想想，大敌当前，如果连军队的统一指挥都做不到，还能打吗？而且曹豹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出来捣乱，他其实已经被吕布策反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很大呢？在这种情况下，当机立断斩杀曹豹，既可以清除隐患，还能震慑他人，保证军队统一性。细想起来，其实也是个相当冷静且霸气的做法。丢徐州这事儿，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刘备集团根基太浅，面临的局势又内忧外患，张飞本身的责任没那么大。当然败仗终究是败仗，咱们还是拿张飞高光时刻说事儿吧。比如演义里面大书特书的张飞吓退83万曹军这事儿，在历史上确实是有原型的。张飞确实带着个20个骑兵和曹军对峙，还让对方不敢上前。只不过曹军没有83万，曹操出动的是他手下特种兵虎豹骑，总数是5000，跑去跟张飞对峙的估计有几百人差不多吧。别看曹军没演义里多啊，但是据魏书所言，虎豹骑一个普通战士都是100人将的水平，所以这几百人的水平可比演义里被赵云7进7出玩坏的那所谓的83万大军高多了。有人根据史料中聚水断桥4个字，认为是张飞把桥拆了，虎豹骑才过不来的。如果事实如此，那张飞的表现就有点像这样。这他妈还是英雄的表现吗？简直是小丑啊！我当然是不认可的，不过要反驳就得拿出干货来。为此，我专门委托了一哥们儿帮我带来了……呸！我这种屌丝怎么会有哥们呢？好在我爸有收藏一套古老的辞海，你看看吧，够古老吧？这个茶字还得靠笔画笔顺，够权威了吧？我翻到了断的释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断可以解释为阴性断，这种非物理的断绝。如果我们把张飞那里的断桥解释为这种非物理的断绝，也就是张飞带人站在桥上阻断桥的交通，那画面就是张飞带着20个骑兵横在桥上，面对数百虎豹骑毫无惧色，大喝让对方上来对 A， 结果对方不敢上。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看这么霸气，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言，这段要表达的是张飞拆了桥，对方不过来，那《三国志》根本就不会把这作为张飞的英雄事迹来记载，也不会有敌人没一个敢上前这样的记载。所以我觉得实际情况应该是我上面说的那个画面。你觉得？
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进入崛起时期，张飞就有了更多牛逼的表现。比如南郡之战时，张飞带着1000多人跟随周瑜作战，按说1000多人也玩不出啥名堂。然而此战以后，周瑜居然对张飞念念不忘。他后来跟孙权说，关羽、张飞这2人太牛逼了，简直都是雄虎之将。我希望您能在刘备见您的时候把他给扣了，这样我就能胁迫关羽、张飞跟我一起作战了。你看，这直接是爱上了张飞呀！入蜀之战时，张飞更是一路 A 过去，无人能挡。他先是跟诸葛亮、赵云一起拿下巴东郡，进攻巴郡时，张飞击败巴郡太守生擒将军严颜，严颜被掳后宁死不屈，还喷了张飞。然而张飞表现得很冷静，还放了严颜，把他奉为座上宾。这里张飞体现的不只是风度，还有谋略。你想，这不是典型的攻心战术吗？果然搞了这么一出后，张飞接着就自己带兵轻松拿下巴西郡。上边这些就挺牛逼了，然而接下来才是张飞真正牛逼的一战。背景是这样的：曹操趁刘备和孙权争荆州的时候，出来了个王炸，爆刘备的局哈！王炸！曹操出动的可是黄金阵容，主将就是不久前横扫了凉州的夏侯渊，还有五子良将里的张合跟徐晃，给他打下手，总兵力估计也得有3万左右。益州很快就被捅出了一个大窟窿，巴东郡被曹军拿下，张飞管理的巴西郡也被曹军拿下一大帮。张合作为前部，乘胜一口气进军到了蒙头，当时一带。纪汉大臣廖立认为，夏侯渊、张合当时的行动已经导致刘备军几乎要丢掉了整个益州了。这话固然夸张，但也不是胡说八道。毕竟张合进军的地方离成都已经很近了，而且成都附近那是平原啊。如果这时候一人没人能拦住张合，搞不好张合就能直接奔袭拿下成都，那之后就没有邓艾什么事了。关键时刻，张飞出手了。张飞有多少军队呢？据记载可以看出张飞的机动兵力一直也就1万多个人。然而张合成都诸军的描述来看，张合自己就得有1万多人，更何况他后面还有夏侯渊、徐晃的主力呢，这完全就是地狱级别的难度了吧？怎么打呀？然而张飞依然是很冷静，他分析了局势，确定了总体战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直接把张合给废了，对方自然就得跑路了。于是张飞迅速出击，在蒙头、砀石一带把张合给截住，然后整整50多天，双方都在那大眼瞪小眼，谁都不肯先出手。僵局最终还是被张飞打破了。他去了他道，这个他道是哪？我以前还真没想过。不过既然要做节目，就得搞清楚了。我认真的查看了相关的史料啊，找到了答案。原来张飞和张合最终的交战地点是瓦口，那么这个所谓的他道就是瓦口了。结合地图一看，原来张飞是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啊。张合还就真上钩了，紧跟着去了瓦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三国志》对张合的评价。这就是说啊，张合这个人非常的了解地形。我估计是当时张合的想法应该是，你不就是想把我引到有利于你的地形吗？靠地形打败我，很可笑。没有人比我更懂地形好吗？想在我的 BGM 里打败我，你做梦吧。然而很快张合就懵逼了。もういい。これ以上聞いてられない。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威天龙，大罗法咒，大罗法咒，人们的轰，人们的轰，飞龙在天，去！大威天龙，诸佛慈悲。真的有人可以利用地形打败他。瓦口狭窄的地形导致张合前后不能相救，最终张合被打得
只带着10多个人落荒而逃。我觉得吧，张飞正是利用了张合的这种自负心理，成功让他自投罗网。也就是说，张飞这次用计除了诱敌深入外，还有揣摩对方心理的因素。所以说，张飞的智谋是真的很强啊。张飞打败张合后，曹军士气暴跌为零，不得不全军撤退。接着，张飞顺利地收复了巴东、巴西2军，取得了王胜。对于刘备军来说，张飞这一战的表现堪称一人拯救了世界。到这里，张飞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我感觉人类都阻挡不了他了，太牛逼了。然而，接下来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张飞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开始莫名其妙、无可挽回的在沙雕之路上狂奔，一去不回头了。在汉中之战这样决定刘备集团命运的大战中，张飞的表现和巅峰时期比起来，真的就只能用沙雕来形容了，好吗？简单来说，曹洪打算进攻张飞的部下吴南，张飞来不及救援，想拖时间，就放出狠话，说要截断曹洪的后路。曹洪的参谋曹休知道后说，断后路这事儿不得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吗？哪有这么喊呀，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也太沙雕了吧。曹洪一听有道理，好，进攻吴南。结果吴南被击败，接下来张飞就一直打酱油了。其实这事儿还不算太沙雕，下边的事儿才是真的沙雕。张飞突然开始用严酷的刑法治军，甚至虐待部下。最奇葩的是，张飞居然还让被自己虐待过的人待在自己身边侍奉自己。我勒个去！这张飞的沙雕行为连刘备都看不下去了。刘备专门就此事告诫张飞，说他这是找死。然而张飞根本不听，最终张飞被部下刺杀了，全剧终。他妈的，我不能接受！张飞，这是我曾经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他就这么莫名的杀掉，莫名的死去。我必须搞清楚真相，我要知道到底是什么，让张飞从一个霸气冷静的牛逼战士变成了一个沙雕的虐待狂魔。最终，在一段很少被人注意的记载上，我找到了答案。时间回到张飞走上人生的巅峰之后，一战功成，闻名天下后，张飞突然干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他来到了闻名全国的士大夫刘巴家中，对着刘巴，张飞深情地说出了一句让刘巴差点原地去世的话：我想跟你一起睡觉。吐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得知道，在那个时代，男人找男人睡觉其实是为了表示敬重友情。比如刘备就跟张飞、关羽、赵云都一起睡过。张飞为什么这么想跟刘巴套近乎呢？这就得从张飞的一个特性来说，爱敬君子。这里的君子特指的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张飞为什么会这么仰慕士大夫呢？这得从他的出身说起。演义里面的张飞是个地主，但历史上的张飞是没有任何身世记载的，甚至连祖先和亲戚的记载都完全空白。这种情况一般是属于最底层的普通平民。在古代底层平民的眼中，士大夫那完全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好吗？少年时代的张飞肯定经常从别人那里听到士大夫们的各种牛逼故事，可能也看到过士大夫很有排面的路过自己家门口。这时候的张飞一定会很花痴的想，士大夫们的道德这么的高尚，能力这么的牛逼，而且总是能带领着国家走向强盛他们真的是太伟大了。这样想多了，对士大夫的仰慕就如同参天的大树一般，深深地植根于张飞的心中。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士大夫，和他们成为朋友，混入他们的圈子，那该有多幸福呀！
于是步入人生巅峰后的张飞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刘巴家里，说出了那句话。很快张飞就发现了一个让他绝望的情况，并不是刘巴拒绝和他睡觉，拒绝和他交朋友，而是打从他进门开始，刘巴始终保持着死一般的沉默，甚至没有用正眼看他一次，连拒绝都不屑于表达。这就是刘巴给张飞的回答。如果换成别人，张飞早就一个大威天龙甩过去了。然而这是士大夫，是他从小憧憬的对象，极度的绝望和愤怒让张飞几乎想要吐血，可是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表达出来。最终他选择了默默地退出刘巴的家。张飞找到了诸葛亮，希望诸葛亮帮他去劝说一下刘巴。张飞很希望刘巴能给诸葛亮一个面子，对他客气点，哪怕只是装一下都行啊。这样他就可以通过不断的心理暗示，让自己相信士大夫阶层是愿意接纳他的，从而继续维持着那份虚无缥缈的憧憬。然而刘巴对诸葛亮说出了一句让张飞彻底绝望的话：大丈夫处事应该交往四海的英雄，一个臭当兵的也配合我说话，一个臭当兵的也配合我说话。消息传到刘备那里，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一反常态，歇斯底里一般的表达了对刘巴的愤怒。刘备这不是为了自己，他实在是心疼张飞啊。他应该已经明白，经过这样的打击，张飞恐怕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张飞的评价是暴而无恩，他认为张飞天性残暴，虐待部下是一贯如此。然而我想问陈寿一句，从1991年张飞担任别部司马开始算起，张飞带兵整整30年，如果真如您所说，张飞天性残暴，一直虐待部下，那早就该被刺杀了吧？为什么整整30年后才被刺杀？而且怎么那么巧，正好是出兵伐吴前。《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应该也是发现了陈寿说法的不合理之处，所以在他的笔下，张飞并没有一直虐待部下，最后心痛关羽之死，陷入狂躁，才开始虐待部下。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罗贯中是真的懂，而且用心的去理解了三国的历史。现在很多人整天看不起《三国演义》，鼓吹自己很懂三国。在这里我想说一句，真正懂三国的历史的人，没有几个人会看不起演义，反而是一群只会看营销号的人最喜欢黑演义。原因不言而喻，自此我的答案也就很清楚了，是刘邦冷酷的态度，残忍地击碎了张飞从小埋在心底里对士大夫阶层的憧憬，从而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这才有了汉中之战的沙雕表现。接下来又经历了关羽的死，两件事情加在一起，让张飞彻底陷入自暴自弃的状态，甚至开始虐待部下来发泄，最终被部下所杀。但这应该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注意，张飞正好是要在出兵伐吴前这个关键点被刺杀的，刺杀他的人还直接去投奔了孙权。在史料中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东吴一直很擅长使用间谍的，所以个人在这里提出一个猜想，是东吴的间谍利用张飞虐待部下造成的不满情绪，成功策反了张飞的2名部下，并协助他们刺杀了张飞。这里说一句，把刘巴事件看作张飞人生的转折点，完全是我个人的解读，我并不强求大家相信。如果你觉得我的解读有一定的道理，可以把1打在屏幕上哦，谢谢。最后我说说刘巴事件带给我的思考吧。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没有想这么深，甚至觉得刘巴的行为很帅。然而现在对刘巴这种人，我只想说2个字：呵呵。其实这个呵呵很无力，刘巴的行为不是个例，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士大夫对武人的藐视，类似这样的歧视一直存在，于是经常有人感慨，都是人类，为什么要互相仇恨歧视？对此我想到了著名的恐怖谷理论，人类不怕和自己相差甚远的东西，也不怕和自己完全一样的东西，却偏偏最害怕和自己差不多又不完全一样的东西。那
那么人类之间的互相歧视和仇恨是不是就源于这种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怖谷效应呢？人类和人类之间已经极度相似，但一个不同的标签，大到人种性别，小到支持什么球队，都容易引发双方的对立。联想到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互相之间的仇恨和歧视就没有停息过，不管生产力和制度如何改变，它都从未消失过。如此顽固，恐怕也只能用它本来就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来解释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不管是重新分配财富，还是设立什么新的制度，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恐怕也只是能期待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诞生能够彻底净化人类基因的黑科技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他人歧视甚至仇恨的对象，那该怎么办呢？突然我想到了这个。对，咱们自己说了算，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他妈爱说啥说啥去好吗？非常感谢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简单说一下，一直有朋友说我的录音效果不太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剁手了，连续买了2个麦，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行呢？我想搞的这个系列呢，叫做历史浪漫谈。这个系列的特点是，对待历史人物的能力和功过时，我会尽量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对待历史人物的性格和想法时，我是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解读的，还会把自己带入进去，所以在这方面难免就有些主观，信与不信都在大家，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能有表达观点的机会，我会很高兴的，谢谢大家。